哇，现场 Apple 宕机啦！怎么会宕机了呢？是因为我一直拍照的关系吗 ？Apple 竟然开枪开到一半宕机了。好，那今天的影片非常令人兴奋。有没有看到 Apple？ 我今天就是要来开箱这个 iPhone 13 Pro 啊，而且是天枫蓝的颜色。那这一部影片主要会是以一个这个安卓粉3星帝的心态去讲一下我第一次开箱的体验，以及第一次上手的一些第一印象。那在影片的结尾的时候，我会给你一些选购上的建议。那在这部影片过后，我也会出一部我使用这个 iPhone 13 Pro 几天后的心得分享影片。然后此外，我也买了。哒啦，这个是13的粉红色。那之后也会这部影片的开箱和新的影片，所以说千万不要错过啊！那在影片开始之前，我们现在介绍一下我们这次的赞助商这个 Z Friend。那我之前跟他合作过了2次，我觉得整体的感觉都很好。那他们家主要是主打着高品质的保护贴，以及搭配他们独家的零失败贴膜神器，让你在家里也可以轻松的贴膜。贴膜的方式真的非常的简单，那整个保护膜的品质也非常的不错。而且我们这部影片也会有抽奖。总之，那我们就开始吧。噔噔，哇，终于该我战术当当了吧，爽歪歪啊！然后这个机身的厚度基本上就是我跟环保最近的距离。那这一次的话，大家可以看到说它少了这个外层塑胶膜的这个保护，那基本上就是走这种撕开封条的这个设计。那虽然说我之前蛮不爽它把那个充电头拿掉，而且附的线是 Type C 到 Lightning 的，不过这一次拿掉这个保护膜这个动作，我真的是有感觉到苹果是有在为环保努力。毕竟你想想看，你强制要用环保材质，一定增加了他们苹果员工非常大的困扰。Shout out to Doodoo Man 和苹果的工程师，虽然说伊人已经离职了。OK， 那我们就废话不多说，赶快来撕膜吧！哇，不知道会不会有声音耶？那我们膜撕掉了，哇，苹果的阻尼感又来了。那我们就要来开箱咯。哇，看这个滑落感觉，哇。这就是天枫蓝的颜色啊！那我们赶快现在趁这最新鲜的时候来闻一下这个前置呼吸第13型 iPhone 13 Pro。爽！这就是钱的味道，我的钱变成了 iPhone 13 Pro， 哇！然后通常我这时候都会直接把手机放在旁边开一下配件，但是你看，我真的很担心这镜头模组的边框是不是黑色的，因为我在看那个 Apple YouTube 频道上那7分钟的导览影片的时候，你看这里它有一个实际的画面，我就觉得怎么可能外面那圈是黑的？黑的话这样镜头也太大了吧？仔细来看一下，哦，它其实也不算黑啦，但是它就是颜色比较深的蓝色，外面这一圈的颜色是比较深层蓝色，所以如果当你是这样拿的时候，你就觉得这一圈是黑色。但是如果它是有一些光线的照射的情况下，像这样照，其实它是一圈比较深的蓝色，所以说啊，好吧，稍微解惑了一下。那我就先把这个手机老样子先放在旁边，然后接着我们来看一下非常简单的配件，非常快速，这就是1.2的 Lightning头到 Type C 的充电线。其实我觉得，如果你真的换成 Type C， 你这条线不给，我会觉得没差，因为全世界大家都在用 Type C， 只有 Apple 在用 Lightning 啊。而且没有想到，我今年竟然会有一点点怀念那个5瓦的小豆腐头，就是那个小垃圾，就是一直骂，然后突然某一代它就被苹果干掉了。那希望我也可以一直这样骂 Lightning， 骂到哪一天它就直接消失，这样就下一代干脆把充电孔直接拿掉啊，大家都用 MagSafe， 就是可能会比较新颖一点，比较新鲜感。然后这一次一样，我们有这个重要的SIM卡卡针，重要的伙伴。然后接着就是苹果的这个贴纸，哇，可惜今年贴纸并不是跟这个颜色是一样，没有 match 到 ，so sad。那我们配件的话，先放在旁边，我们就赶快来开箱我们的手机吧。我现在看一下这一次的颜色，天枫蓝，哇，这个浅蓝色的感觉其实我觉得质感蛮好的，因为它在每个光线的强度之下，它会有点不一样的感觉。这种感觉其实蛮不错的，而且我发现我近年来都蛮喜欢这种颜色不一样的感觉，就是像我的 S21 Ultra， 不过我的 S21 Ultra 的渐变的感觉更明显啦，所以说不知道大家喜欢哪一种。苹果这种是比较不会沾指纹，你看我这样按，基本上是感觉不太出差别，但是如果你看哦，
我这个就是比较要照顾一下啦，这颜色就是稍微要擦拭一下，但是苹果是不用，比较不会沾指纹。其实我还蛮喜欢这个涂层，因为它会有一种高级的精品感吧。然后再细讲一下这个天枫蓝，虽然说我之前笑它是哑控蓝，但是我仔细的查一下，这个天枫蓝的英文名叫 Sierra Blue， 这个 Sierra 好像就是来自于西班牙文，然后它是具备有点像锯齿形状或者是锯齿的意思，所以有人会拿它来形容山峰的形状。那这个 Sierra Blue 就是天枫蓝的感觉，应该是有点像形容在山峰顶上，就是白雪皑皑，再搭配天空蓝蓝的那种感觉，就是强光底下有点蓝蓝的天空的反射，再加上白雪感觉，所以我觉得这个翻译翻成天枫蓝，我个人觉得蛮不错的。而且你仔细看这个镜头模组的部分，其实它会有一点冰霜感，我不知道你会有这种感觉，这个感觉是我刚刚突然有的，然后我会觉得这个整体来讲，现在上手感觉会是一个蛮帅气而且很典雅的颜色吧。而且这个颜色是今年 Pro 系列唯一的特殊色，这代表什么？这个颜色也是你去星巴克时让隔壁妹子或者是可爱店员一眼就认出来你拿的 iPhone 是最新的 iPhone 最简单的方式，所以这颜色非常的重要。好，那我们就来一言不合就撕膜吧。噔噔，这个手感非常好啊，203克的设计真的是太棒了，而且这个大小哦。真的是太感谢苹果这一次没有把这个 Pro 跟 Pro Max 的相机做不一样，我只要买到 Pro 就可以有最好的相机表现。然后它还是走这种方正的设计，所以说你在握持的时候，其实基本上会比较不容易掉以外，就是你握久会稍微有点不舒服，就是稍微一点点，因为它这个边框并不是走圆润的设计，所以你这边会有一点按压的感觉，这是没办法。然后老样子，它这个侧边是走这种不锈钢的手术等级的不锈钢吗？但是你现在看到应该是布满指纹的不锈钢。就是看起来其实是蛮漂亮的啦，但是如果你真的细看，就会发现它的指纹真的是我才拿没到几分钟，它的指纹就已经遍布了整台手机啊！这就是我的手机，因为都是我的指纹啦。好，那我们来看一下上下孔位，那哇，老样子没有错，下面这个喇叭孔还是没有对齐啊，右边是5个喇叭孔，左边就是3个，就是没办法天线关系。然后就是这个12000的 Lightning， 这个 Lightning 基本上就是苹果残害我们的历史记录。那我上一部影片有提到，就在讲发表会那一部影片有提到这个部分，有人就说这是苹果获利的来源啊。我当然知道公司是要赚钱，但是你不要一边讲说哦我很环保，一边又咬着这个不放，我觉得不太好。所以说好了环保的，这个真的是很烦啊！我所有的设备都是 Type C 了啦，赶快换一下好不好？然后接着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相机外观。这相机我们看到，哇，如果是横的话，非常的凸啊，可以很明显的看到，这就是灰尘的新家啊，整个山洞别墅的感觉。那这次的相机模组有做的比较大一点，我拿我去年的 iPhone 12 Pro Max 来比的话，你就可以感觉出左边是 Pro Max， 右边是 Pro， 你可以感觉出它这个相机模组大小大了一整圈啊，非常的扯。整体的话，对照的感觉就会像这样，你看，这样整个side by side让你看，然后你有没有看到？这就是使用过的痕迹，有没有看到？这是我前一代的灰尘，马上就会转移到新的手机上了，相信应该是不需要太久的时间。那其实我本来有点担心说它的比例会不会太大，因为你看它这个切下来大概到苹果的1/3而已，但你看这个切下来，大概已经快要到苹果的右侧。不过不知道人可能就是这样吧，看久了就会习惯。然后一样，它这个还是会有这个跷跷板效益，不过因为这次相机更大，所以你的右上角并不会这么明显，特别是左上，就是这个角位的时候，跷跷板效果是最好。如果你想要玩跷跷板的话，记得要坐在这里和这里，就是左上和右下的地方。然后这个相机的设计。不知道我个人还是喜欢 S21 Ultra 一点，因为你看比较有新鲜感，然后因为它边框这个有切到边角，我还蛮喜欢的。就是有些人会觉得是补丁啦，但我觉得这是一种未来的感觉吧，我不知道，我用久是蛮喜欢，而且这个是银色，它有一款黑色的嘛，黑色其实也是超漂亮，我个人真的蛮喜欢这设计的。那你们会比较喜欢哪一个？底下留言让我知道一下。然后这次的话，在苹果的世界，相机的规格一点都不重要啊，你只要知道一件事情，就是这次的望远镜头变成了3倍的望远镜头啊，不是2.5倍。那剩下的就是等我们下一部新的影片的时候，会有相机大盲测，你直接看结果就好。所以说，相机的规格非常快速的就解决啦，非常的好。那我们就要来开机咯，第一次 iPhone 13 Pro 的开机，会不会没有电啊？
哦，有电哇，没有电就真的是太凉啦。Apple， 那这是没有什么字可以念，就是一个 Apple 的 logo 这样子。到啦 ，Hello， 你好，哇，真的是要上滑咯，我要来咯，120赫兹的苹果，哇。这个感觉真的是很难跟你讲，这上滑的瞬间眼泪都快喷出来了。2021年终于又上了120赫兹的萤幕啦！我跟你讲说，这个上滑的感觉真的是滑过一次你就回不去了。如果你有办法去苹果的实体店使用的话，会2台手机都会摆在那嘛，13和13 Pro。你只要滑过13 Pro 的萤幕，你再回去滑13，其实我觉得感觉一定是非常的明显啊，因为这上滑这一瞬间，我跟手机融为了一体啊。那我们就来快速的设定一下，然后再跟大家讲一下其他的感觉吧。A few inches later， 哒啦，终于设定完了，那我们就要欢迎使用 iPhone 咯。哇！这个120赫兹的感觉真的是滑过你就会知道。然后上一次在那部影片中有粉丝提醒我说，苹果的这个高更新率的调节似乎更细腻，它会在每一个应用程序中根据你使用的状况，像是有没有接触到萤幕啊，萤幕有没有产生变化，在每个 App 里面都还会再去调节。那最高可以到120赫兹，最低可以到10赫兹。不过讲这么多其实也没有用啦，我就直接实测看看电力的表现是如何，我们就会知道这个调节是不是有用的。不过我必须真的说，这个120赫兹的感觉真的是应该会让很多人流眼泪呀！因为你看，光是这样子上下滑，我觉得应该整个感觉就会很明显了。这个就会有一种非常跟手的感觉。所以你要想的是，苹果这个120赫兹，并不只是影响到这只手机而已，它会影响到整个手机的产业。因为很多 App 会因为苹果有了120赫兹，它就会进而去修改它 App 的更新程度。那其他的 App 的竞争者看到之后，他们也会不得不去跟进，会有一种强迫整个产业往前推动的感觉。所以苹果使用120赫兹这件事情才会变得额外的重要，就是这个原因。而且你看这个 App， 你这样整个上滑的感觉。整个动画的感觉应该是完全不一样的感觉啊，整个感觉非常爽啊！然后这一次苹果还做一件非常不像苹果会做的事情啊，就在设定的辅助设定里面有个动态效果，你点开之后有没有看到这里？它是可以限制影格率，哇，有够难念，限制影格率意味着什么？意味着你可以把这只手机锁在60赫兹啊，而且它写是最大哦，所以它应该还是10到60在调节，我猜啦，应该是这样。那如果你觉得它的120赫兹的 ProMotion 并没有感觉的话，你可以直接把它锁住，你的续航力应该会爆炸猛。然后再来就是这次的萤幕还是走的是这种平面的萤幕，然后边框的粗细大小还是这样子。这边呢，我找了2张白色的照片，你就可以感觉得出这个边框的差异的感觉是这样。这个基本上我觉得应该算是下一个时代的边框了吧，就是它是挖孔，然后整个感觉会是这样，就是苹果的边框感还是比较偏重一点。然后这一次它这个刘海有做了升级，那也是我在那部苹果发表会影片中，底下有粉丝提醒我说，这次的刘海会缩小，主要就是因为这个 Face ID 的原生相机模组有重新设计，所以今年的刘海相较于去年，你看其实我觉得整个感觉，你看这样并肩看的话，其实少了不少，少了20%。不过这就有点很奇怪的事情，就是2017年你就发布了 Face ID， 你事隔4年哦，然后 iPhone 13才重新设计，而且也没有特别讲它有什么功能上的改进，基本上是重新调整它的排版之类，我不知道。然后再加上这个听筒这次是上移要上方，所以它才有办法缩小成这个窄边框的设计，就会觉得让人不知道，我觉得有点慢啊，就是有点可惜。然后再来就是有人会说这个刘海就是品牌辨识度，我这个我蛮同意的，因为其实基本上大家现在都是用挖孔了，很少会看到这么粗的刘海。如果是隔壁棚还是放这么粗的刘海，不被骂爆，我真的是很难想象。然后再来就是这个刘海，哇，这个刘海已经缩小了，但是你看到吗？这个电池，我问你它是几%的？一定要这样下拉，你才可以看到它的电池是几%。哇，这个手感，这个小只的手感真的是蛮不错的耶。有些人是说他们看到电池百分比会焦虑啦，不过我跟你讲，我个人是属于那种看不到更焦虑的人啊。我很想知道我现在电池是 OK 75%这样子的感觉。
然后在开始使用之前呢，我们这时候就要欢迎我们的干爹进场啦，就是我们这个 C-Friend 的保护贴啊。那这款保护贴主打的就是零失败铂金贴，它走的是一个亮面的感觉。它这个零失败神器真的是很强，基本上你只要保持手机是干净的，然后贴上去就 OK 了。那我们就快速来贴一下吧。擦干净之后，你要最好是确认你的房间是没有什么电风扇啊，或者是什么风在吹，你就确认你的手机上面是没有灰尘的就可以了。通常我会稍微粘一下。好，那第一步确定手机没有灰尘之后呢，我们就来准备这个贴膜神器。那它的做法就是你要先把这层膜撕下来之后，直接靠上去就好。然后撕的时候建议你是一只手头这样，然后这样慢慢把它拉开，这个箭头朝上，然后就是这样。卡下去之后呢，它这个上面有这个箭头，有没有？你就照着它这样1，然后2到3，1，然后2到3，有没有看到它基本上就在作用了？然后等它整个都粘着好之后，再按着这个壳，然后把这个上面这层贴撕开就好了。对啊，然后接着把这个推出来，手机基本上就贴完啦。然后你可以看到说这边还是会有点小泡泡，你就是把它推掉就好了。这气泡就是气孔，你把它推掉就好。你只要确保你的手机是没有灰尘的话，它其实基本上气孔应该都是推得掉的。哒啦，这样基本上再擦拭一下，整个贴膜就完成啦。整个孔位都会对到非常的精准，基本上都不太需要人工的调整。所以真的很简单，就是确定手机没有灰尘，贴上去按一按就解决啦，非常的 easy 吧。然后这个的话，硬度也是在9H 的硬度，然后它是3D 全覆盖的满版。它这个块玻璃的话，使用的是日本进口的玻璃，有着99% 的完美透光率。然后上面的话，它指纹粘附的程度其实也没有到非常的明显。看我这样按压，其实并不会到非常的明显，是因为它上面有一层奈米疏油防水涂层，就是防止你其实是亮面的，你的指纹粘附也不会到太严重。所以我觉得是一款还不错的保护贴。那漂亮的手机基本上还是贴着会比较保险，所以说快速的工商了一下。好，然后接着我们就来找叶子来测试这个微距的模式啊。那我这边有请就是我的这盏灯，然后我找了一个这个叶子，有看到叶子，他们都是用叶子来拍，我也要用叶子。哇，这灯直接超级大过曝哎！那我们就开启相机，然后直接对到这个叶子上。然后它的感觉，它其实没有我想象中的近啊。哦，大概到这它就会不行了，所以大概到最极限的感觉应该会是这样。这个就是它近拍来讲，目前最极限感觉，而且它并没有显示说它切到0.5倍哦，它还是放在1倍的位置，然后它会有一个自动切换的过程。我们现在看这重点，你看这个叶子，其实你看它这个在切换的过程中，其实蛮明显的。它会有一点切换的感觉，它这是说它有最短是2公分的对焦距离。那我这边当然也是要马上请出我们这边的代表，也就是我的 S21 Ultra。那我们这边就可以看到说 S21 Ultra 这个就非常好，它有一个对焦小帮手开启和关闭，所以你马上就可以知道说你现在要不要开。那我们可以近拍的距离，其实我觉得跟 iPhone 的是蛮接近的，基本上我觉得根本就一模一样吧，甚至可能还再更近一点点。我用直的好了，比较好比较。然后 iPhone 的话，好，那这就是它近拍的比较。那 iPhone 比较厉害的是，它这个模式是连录影都可以的，这点三星就没办法做到。它是可以录这种微距模式的录影模式，三星这点就比较可惜。我还是蛮希望它有一个选项可以让我决定要不要开启或关闭这个微距模式的原因，是因为有时候你只是想要近拍一个物品，像是你想要近拍这样，你还是希望它有点景深。因为假设没有景深的话，像这样是有景深，但如果你近拍一点，它启动了之后是没有的。那我这边有秀了一个我 S21 常用的经验，就是我想要拍一些食物的近照。那如果它自动切到那个微距模式的话，其实整张照片的品质会劣化不小，以外它的景深会全部都没有啊。因为它不是使用主镜头的感光元件，所以就会变成这样的状况。那我希望它之后还是可以开启这个选项，让消费者自己去做选择，我觉得会是比较好的。就这样宕机了吗？
哇，现场 Apple 宕机啦！怎么会宕机了呢？是因为我一直拍照的关系吗 ？Apple 竟然开枪开到一半宕机了。说好的比较好的系统稳定性呢？好，我刚刚讲哪？哦，讲到微距模式，所以说它如果有这个选项可以让消费者去开启和关闭的话，我觉得会比较好。然后这次它有一个很厉害的功能，就是这个电影模式嘛。我们现场也来测试看，这就是这个电影级有没有打开，它就跟你讲说它会自动的调整好它的景深、焦距的变换。那你也可以在事后去调整景深效果。那我们来看一下，我就想试这个景深调整。它打开之后，它录影格式我记得是 1080p 30 fps 啊，稍微低了一点。那我一开始对这模式的印象就是这是一个电脑运算的景深模式，所以像录影模式下的人像模式。那我这边按一下这个景深，可能因为太近了，它的那个它会辨识成2个一样的物体，我拉一个远一点的好了。那我这边直接在镜头外测试一个它变焦的感觉好了。好，我这边直接拍完，我们来看一下它整个使用的感觉是怎样。像这一张来讲的话，你可以看到它的焦段不断在这个小草跟防尘麦克风这边做切换，然后接着这一张的话，我就想要来编辑说，因为这一张我完全就是对焦在这个防尘网上，我想要编辑说，如果我把它切到这个小草，它有办法，可以哇，它基本上就直接切到这个小草上。那我如果按这边切一下，然后如果到这边，我想再变过来，它这边就会再多一个点，就代表说你交换的转变。那我觉得这个还蛮厉害，我看一下这样，如果这样再切回来，按完成，它整个的效果感觉就会变像是这样子。它一开始就对焦在小草，然后切到防尘网，又切回去小草。不过这边你可以看到，它其实小草的处理是。可能因为后面有这个强光，它这边会有一点没有抓准，它还是依靠它软体的方式去处理。因为这个功能在13上也有，所以我猜它应该是并没有使用到这个 LiDAR 的功能，会稍微比较可惜一点。希望它之后在 Pro 系统上还是可以偷偷的用一下 LiDAR 嘛，反正13就让它用软体，13 Pro 让它用 LiDAR 嘛。好啦，接着我想讲一下整个我在取货时看其他颜色的感觉，然后还有最后的心得吧。那我们就。好，然后再来我想讲一下我在店里取货的时候看到店里其他颜色的感觉。那除了天枫蓝非常漂亮以外呢，我个人觉得金色的表现也是蛮不错的，它会有一层淡淡的金色在上面，随着光线的反射之下才会比较明显，并不会让你觉得说这是一个很熟悉的金色。我觉得感觉跟白色有点像，不过白色是偏向更纯白的那一种感觉，而且因为背面材质的关系，它在每个角度的照射情况底下，它其实白色的感觉会有点不太一样，我个人还蛮爱的，就是这种渐变的感觉。然后最后是黑色，基本上跟去年的表现是几乎一样的，就是帅气沉稳。那如果你要问我说我最喜欢哪个颜色的话，我排序会是天枫蓝、金色、黑色，然后最后是白色。那这次可以拿到这个我比较喜欢的手机大小，真的是太令人感动了，而且还可以保有最好的相机品质。这边真的是再次感谢苹果，我觉得其他家的厂商可以好好的学习一下，不要每次小手机都把它阉割到一个不行，然后要拿最好的相机表现就一定要拿到最大支这样。希望小手机的魂魄持续的燃烧着。那在这部影片之后，我会有一个心得分享影片。那在那部影片当中呢，会有 iPhone 13 Pro 跟这个 S21 Ultra 的相机顶尖对决。那当然我也会放上去年的12 Pro Max 来做一个相机的大盲测。那在影片当中，我会讲一下它续航力的部分、充电速度以及它游戏表现等等的部分。那会整体讲一下我使用一阵子这台 iPhone 13 Pro 的优点和缺点。那好的地方我一定会讲，那坏的地方我一定会把它干爆，不要担心，最 real 的那一种。那我会公布今年会不会跟去年一样，把我的主机从 S21 Ultra 换到 iPhone 13 Pro 体验一阵子，就是在 S22 Ultra 出来之前吧，或者是我会直接马上回归我这个帅气新粉的 S21 Ultra 的怀抱。毕竟这台手机，我觉得真的是非常的漂亮以外，没有什么太大的缺点，相机的表现我觉得都很好。好，那影片的结尾我要再次感谢这个 Z-Friend 的赞助，跟之前一样，我们这次也会抽奖，非常的佛心。那抽奖的方式我就放在底下置顶留言的部分，想要抽奖的千万不要错过。好了，那差不多就是今天的开箱影片，非常的爽，开箱手机真的是超级舒压的。那如果你喜欢这种影片的话，记得帮我点个喜欢，也记得订阅和分享我的频道。那我们就下一部影片再见啦，悄悄，拜拜。